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很快的，我们就迈入到了9月份，也就是乙酉月啊。那这个月份呢，又会有一个怎样的能量分布呢？我们又需要留意什么事情呢？那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来了解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乙酉月的事情。那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呢，乙酉。乙呢是属阴的木，酉呢本身的一个主气是辛金，辛金呢也是属阴的金，在我们的五行生克关系里面金呢是克木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月份的一个能量呢是处于比较气煞的一种情况。这个月份的五行分布会以金为主导的一个能量。但是这个金呢，它有一种特质就是感觉比较虚，或者呢比较空洞的一种感觉。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月份，你可能呢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会比较没有耐心，他们会做事非常的极端刚烈，甚至呢有一种要来跟你吵架的一种感觉啦。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些人呢很多时候只是外表看起来是很强大，但是内心呢是非常的虚，是站不住脚的一种状态。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俗称的纸老虎。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月份呢？就是大家记得我们呢就不跟这样子的人或者呢如果你有发生一些事情呢是处于这样子的状态的话，尽量呢避开，我们不去跟对方正面的纠缠，我们可以表面上让对方就让他赢，尽量的去配合他。但是呢我们内心知道呢这个人本身呢是站不住脚的，那他很快呢就会自己遭受到失败，或者遭受到那个打击啦。那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专注在自己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月份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去保护，或者呢去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这个月份的能量呢其实是属于要低调，不太适合过度的高调或者扩张的一种能量。所以呢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以自己原本的根底或者根基为出发点，我们呢尽可能呢让这个东西得到很好的保护，不让它呢受到太大的一个打击啦。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也会发现我们这个月份的吉凶星其实呢也是非常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吉星呢是有三台、将星还有金贵，这些的吉星如果你要去引用的话，它的一种方式呢都是要偏向于按部就班，或者呢非常肯定的，我们就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没有要你呢过度的去扩张，太过的招摇。因为我们的凶星在这个月份是官符、年符、飞符还有五鬼。那大家如果看到这么多符的时候，其实它代表的意思就是会有很多人呢很容易就盯上你，好像在你身上贴了一个标签，或者呢一个记号，我们要盯着那个人看，我们要看他有没有犯错，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罪名呢加在他身上。所以在这个月份呢真的不太适合过度的冲动，然后呢去做一些你本身不是那么熟悉，然后有一点走在法律或者规范的那个边缘的一些事情啦。所以呢所有东西都是以安全为前提。那大家记得我刚才说的那个纸老虎吗？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人或者敌人呢，他们自己去触发这些凶星。当他要来跟我们争吵，要来跟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就退让，我们不搅在这一个局里面，
那让他自己呢去惹上麻烦，他就会很容易触动这些福的凶星在他们身上。那问题呢，到最后就是落在他们身上了。那第3点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月份的健康其实呢，大家要更加的留意，在于神经我们的身体的经络还有关节的部分。当我们的金元素太多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这些器官都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呢，你们可以在你们的日常适当的做一些伸展运动，然后我们尽量呢不要去做太过激烈，很容易让自己这些关节呢或者这些神经呢受到伤害的一些运动啦。那另外呢，也要多留意自己的免疫系统还有呼吸道的问题，因为这2个呢在我们的五行里面也是属金的器官。如果你个人的八字呢是金太多的话，你在走入这样子的一个月份，即使你这些系统呢都会比较容易出现问题。每一个人都要多留意这方面的健康问题啦。所以呢，大家在日常里面可以做的，可能去散步做冥想还有做写日记，因为这些呢都是偏向于比较属水的活动，那它就可以很好的让这些金呢得到一种输出的管道，让它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健康问题。那最后一个我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月份有5个生肖呢会比较容易受到这个月份的能量影响啦。第一个呢是卯，就是兔子，因为它是冲。那第二个呢是酉，酉呢会跟这个乙酉本身呢产生一个字形。那子呢是破，辰呢是合，然后巳跟丑是我们的三合啦。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待这些生肖或者地支呢？如果你的八字里面任何一个地方有这个生肖的话，这个月份的能量都会比较容易在你身上呢产生一些影响。那至于那个影响是如何呢？你就要看。如果它是冲的话，代表的是可能造成你比较多的冲击，你本身呢会比较不稳定。我们的破跟冲呢都是会对你产生一种冲击，对你产生改变的一种关系。那至于刑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八字有酉的，那很多时候很有可能呢是你的一种沟通或者表达呢产生问题，你自己知道这句话这样子的一种说话方式呢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你没办法控制，你还是去讲出来。那就好像刑，我们的这个刑呢是自刑，就是你自己知道这是错的，但是你还是去做了。那至于合还有三合呢，很多时候它代表的是会有一些合作的机会，但是从个人的行为还有思维方面来看的话，你很容易呢产生一种的想法，就是说某一个事情一定要这么去做，你觉得只能这样子做，没有其他的方法。那我们的合还有三合呢，都会让你呢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出现，所以呢，大家可能要比较留意。如果你是有合跟三合的话，可能你要放宽心一点点。我们呢不要太过局限，觉得某一个事情呢就只能用这个方式去做了。那以上呢就是3个这个乙酉月呢大家需要知道的事情。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以10个日主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最大化这个乙酉月的能量来帮助自己了。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当然大家需要知道自己的这个日主是哪一个。那我之前呢已经有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那知道了自己日主的话，我们就事不宜迟。
首先呢，第一个我们来到甲木，甲木呢走的是劫财还有正官的月份。那甲木啊这个月份呢，你很容易被摆上台。那摆上台做什么呢？做别人的一个领导，或者呢要带领大家去面对一件事情，去处理一些事情。那你自己本身呢，其实是非常不想去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大家呢可能记得我的视频一开头就说啊，伟贤提醒我们呢不要这么的招摇，不要的站在前面这样子。但是呢，甲木这个月份啊是有一点难啦，因为你们呢会很容易因为情况或者当下的一个事情啊，导致呢你们被逼上台，然后呢去带领大家。甲木的人呢，就只要记得保持稳定，然后呢继续呢以一种比较低姿态或者呢沉稳的心去面对这个新加入的责任啦。一切呢以安全小心为前提的话，那甲木在这个月份啊也可以很好的去度过。那当然啦，如果你本身呢，这个甲木啊是属于比较偏身弱的话，你可能会感觉比较挑战一点点啦。如果你是身强的甲木，那很多时候呢，你是会感觉 OK， 那甚至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去磨练自己，去让自己呢变得更好啦。那当然，我是不会觉得呢身弱就不好，或者身强呢就会比较好。我是觉得无论身强身弱啊，你们都可以用这个机会来锻炼自己，来让自己呢成为更好的一个甲木。好，这是甲木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来到乙木。乙木走的是比肩还有七煞的月份。那乙木这个月份呢，当你们面对一些问题还有挑战的时候呢，你们可以采取的策略啊，其实是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很多时候啊，你会感觉呢被迫，你有一点不太的愿意，或者不太想去做这个联盟啦。当你知道啊这个情况呢，有更多人都是跟你同样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联盟吗？就好像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某一个朋友，但是呢他跟你啊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你也要可以接受暂时放下我之前对你的一些不满，那我们一起来联盟，我们来联手对抗这个我们有的共同的敌人呐。可能会感觉你们都是一种好像同舟共济啊，那你们都在同一艘船上面，然后你们要一起啊来度过这个大浪。那很可能呢，这个月份过后呢，大家又各分东西啦。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联盟啊，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啦。我们也不需要太过执着于，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合作。那我们在短期里面，如果可以找到力量，不断一起去面对的话，那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啦。好，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来到丙火。丙火走的是正印还有正财的月份。那丙火这个月份啊，其实只需要记得一个字，就是专注。我们的这些正印正财啊，都是指向你呢，要只是专注在或者钻研在某一件事情上，你呢不能太过分心，不能呢去做其他跟你没有相关的一些事情啦。那当你真的可以长时间，那至少在这个月份啊，长时间的去专注的时候，你将会得到啊，别人会视你为那一个事情或者那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啦。因为有时候啊，丙火的这个日主呢，他会比较多管闲事，关注力会比较容易被分散，因为他要照顾到很多不同面向、不同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会缺乏某一种的专注。我们这个月份呢，反而是让自己呢静下来，然后只是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然后不断的去思考，我们可以怎样把这件事情呢做得更好，做更多在这件事情上，那你就已经是最大化这个月份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机会了。好，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火。
丁火走的是偏印还有偏财的月份。那丁火呢，我会想象成你们这个月份呢，就好像烟火一般。那这个烟火呢是非常的灿烂，但是呢，它的问题是非常的短暂。当它绽放的时候很快呢就消失无影。所以呢，丁火你们这个月份的策略呢，就是可以很好的把握去接受这些非常灿烂的一些机会，但是呢，不要把它视作一个长期的策略。因为呢，它很多时候只是昙花一现，它并不能呢成为你非常长远的收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建议丁火你们就享受当下，或者呢去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或者开阔你们的这个视野那这个月份的能量就已经被你用到还蛮不错了。好，那第5个呢，我们就来到戊土。戊土走的是正官还有伤官的月份。那这个戊土在这个月份呢，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呢，你会找到有机会让你突破或者展现自己能力的一个月份。但是呢，戊土这个月份呢，可能还是会在某一个局限，在一个框架里面去进行这件事情啦。所以呢，你们要记得保持中庸，然后不要过度的极端。因为如果你过度的极端的时候，去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会很容易把这个机会呢破坏掉，让它呢跑掉。那你很有可能就没有这个展现的机会了。因为我们的戊土他们对于这种个人展现或者个人表现的这个机会很多时候会采取比较缓慢，但是这个缓慢当它一发生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呢就会过度的去做这个事情。那所以在这个月份呢，尽量提醒自己不要过度的以一种比较激烈或者极端的方式去表达你自己。那我们以一种比较还是中庸，然后比较温和的一种方式，在一个框架，在一个体制里面去表达的时候，那你这个机会呢就可以被你很好的把握了。那第6个呢，我们就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七煞还有食神的月份。那己土这个月份呢，其实呢，它就好像一片土壤上有很多的杂草。杂草覆盖在这片土壤上，但是呢，你们本身呢是有那个方法，可以找到一个最快速、最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想法。就好像呢，我们看到一片杂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能要用除草机，或者呢要放一些除草剂，那我们就可以最快速的把这些杂草呢都清除掉。所以呢，在短暂里面，在这个一个月份里面，你可能呢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毕竟呢，我们这个七煞是在上面的话，那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种挑战或者控制你的一种能量。但是呢，你会很容易呢也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只要给自己一点的时间，一点的想法去思考一下，很多问题呢都会很容易的就迎刃而解啦。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好，那第7个呢，我们就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正财还有劫财的月份。那庚金这个月份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啦。那怎么说呢？其实你们会经历一种僧多粥少的情况，就是呢，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机会都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呢，我们要跟很多人去竞争，要跟大家一起分配，所以你在这个月份呢，会感觉比较心理不平衡一点啦。那你觉得呢？自己做了这么多，我还要跟大家去分配，或者呢，要跟大家去平分，那你就会觉得很不公平，会觉得很不开心。那但是呢，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你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那如果你这个人呢本身是比较我们所谓的 aggressive 比较激进一点的，那你就可以跟自己讲，现在谁先到先得。
那你自己呢就拿最大份，你快速的去采取行动，把这个机会啊放入自己的口袋里面，迟来的人啊我就分一点点给你就好了，OK？ 那我自己呢留着最大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本身呢是没有这么激进的，你觉得啊，我还是要照顾一下很多人，可能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同行、我的同事，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月份呢就调整心态，我跟大家一起来合作。那虽然呢，可能自己啊是做比较多事情的那个人，那但是呢，你觉得不用紧，我们只是一个月份，我们呢可以大家一起来合作，然后我们来平分。那最重要是大家可以和谐相处，然后可以互相合作，最重要了。好，那第8个呢，我们就来到辛金。辛金走的是偏财还有比肩的月份。那辛金这个月份呢，你们呢一样的，其实不太适合去进行扩张，你们不太适合呢去进行新的尝试，或者呢跨领域去到别的赛道。那这个月份呢，你们还是比较适合专注在属于你个人的这个赛道，我们呢不要去看其他的地方。那你要做的啊，就是认清呢有什么机会或者工作的内容啊，是你自己可以掌握的，不需要看到别人做，我们也要做这样子啦。我们只是专注在自己有的能力，我的工作能力范围在哪里，那我只是专注在那个事情上。那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或者是做生意的，那你要认清哪一些客户、哪一些人呢，是只有你可以去服务的，你的能力可以服务到的。只要是那一些呢是超出的，不在你的认知，或者呢你以前有想过，但是你还是一直做不好，你很难去服务的对象的话，这个月份呢就可能暂缓一下。我们呢只是专注在自己可以做到、可以服务到的客户就可以了。好，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伤官还有正印的月份。那壬水啊，这个月份呢，你们会比较容易走入一种情况啊，就是你会感觉这个月份呢非常的混乱，或者有一种 chaos 在工作的环境里面，突然间每一个人都乱了套，好像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不知所措这样子。但是呢，你呢还是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得力的脱颖而出的。那你应该要怎么做呢？其实啊，就是要让自己呢展现出自己是一个 professional， 我们是专业的，我们是最聪明的。OK， 那在这个混乱里面啊，你就是好像一个最清醒的人，或者你最懂得看清所有问题的根源，然后懂得要怎么去解决的一个人。那很有可能呢是你自己本身啊掌握的一些资讯啊，你的知识啊，你个人的一个技能啊，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得到很好展现的机会啦。那我们只要保持呢说啊，我进到来，我就是那个最沉稳、最懂得要怎么解决的那个人，所谓的专家。那很多时候呢，这样子的一种混乱的局面啊，反而呢可以被你很好的去利用啊。好，那最后一个日主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食神还有偏印的月份。那癸水啊，这个月份呢，很有可能你会走入一种要探索新的领域的情况，对你来讲啊，是一个也是非常的混乱，或者呢非常的不熟悉，还有一种不舒服之感。所以癸水啊，很容易呢，在这个月份属于一种比较容易迷失掉方向或迷失掉自己的一种感觉啦。但是呢，只要提醒自己啊，探索是 OK 的，尝试新的东西是 OK 的，只要你记得要怎么回来，守住自己原本的那个专业，还有你的一个赛道的话，那很多时候啊就不会产生太大的一个问题了。OK， 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啊，在这个月份他们可以采取的一个策略，来最大化这个乙酉月的能量，来帮助自己啊在工作上
表现得更好。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